看一下，来，这是鬼哥的团战图，好，然后呢，这个是那个精灵女王那一个主题的，好，那现在看起来没什么变化，对不对？好，来，然后我会帮你完稿了哈，来3、2、1，请看，好，再看一次哦，好，这个呢要放大来3、2、1，好，来，鬼哥你原本的，好，改过的，好，有看到吗？这让我想起一个噩梦哈，就当时在帮会师们，当然现在不用我做了哈，帮会师们修图的那种噩梦就来了，好，来有看到吗？哦，那噩梦呢？来，不是也不算噩梦，就那时候的工作确实是这样哦，要帮会师改图哦，改到好，来再逐块的看啊。好，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你这个裙摆的处理哈，这是你原本的处理过的哦。整个修是不是？好，那看到了什么？就是这是一个完稿度的体现啊，完稿细节的体现啊。我们先看第一个要改动的呢，是有关骨架体态。来看一下头的大小，原本的那个头太小了，然后观众们一眼看就会有这个感觉哈，这肩膀也不小，然后这样配合一起看，他会觉得它壮，会觉得这个妖精女王很壮。那第一个头调大一点，那可以的话呢，把这个肩膀也稍微从腋下这边往上推，像这样子的话呢，你看身宽位置差不多，但是呢，可以透过改动腋下位置呢，让这个肩宽变窄，有那种视觉上的变窄，这一招蛮有用的哈。虽然我没有在你的图上用就是了哈。然后你看一下手的长度，手太长了，调一下，对不对？然后这个呢，也是你目前在画这种百折的时候一个。应该说很多人还卡在这边了哈，那幸好你这边已经是愿意往上画，往前面画，这个是一个画技锻炼的勇气哈。那这个呢，很多同学画这种百折被我刁是刁什么呢？他不敢往前画，只要到这种地方，他都是往旁边折，往旁边折，往旁边折，就横着长这样，是不是？好，那这样是不行的。你愿意往前那是对的，但是弧度可以优化，可以优化的更好一点啊。好，然后呢，这个是有关体态部分的修正。那你连这个裙摆，你有看到我帮你改的吗？你原本的做法，这个身体是有点斜前方的，总之不是全正面，可是你两个裙摆是几乎是左右对称，那就是不利于这个动态的表现。你只要人不是全正面，你就不要考虑服装上有任何可能是完全左右对称的，就一定要一多一少的去偏。好，所以我这边异化变形呢，是把右边内侧这边，这算外侧这边呢给变窄。那这样动态会比较好，比较流畅一点不会有莫名其妙的一种失衡的对称感，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动作呢是打光影，因为你原本的效果，其实你原本这样子往下去做完稿也不是不行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阶段应该可以进入到气氛光影的状态所以这边我又压了一个色彩针纸当阴影，让光从那个外侧进来，跟你这个背景效果基本上也是吻合的然后呢，这个亮面大概像这样在脸上打一半。身体就是切边，然后呢，这个当然要凸起来。那这个开关就知道我给你加了一些亮面然后呢，还有这个抬起的腿，你只要抬起来，那就是进入到你就是要把它列为亮面去重点关照所以这个是处理光影。好，那你比较大的这个重头戏就是细节整修。那这个细节呢，从头到脚几乎都帮你修过，有看到吗？就全身的改这样子，认真再看一下。好，那有些地方是可以挑出来讲的，像这种面对到耳朵这个那这个到底头发这边要怎么擦，像这个就不像是一个打理过的头发所以要么就是往后撩，然后呢鬓角顺一点那这个呢我是把往这个方向做往后撩，然后鬓角顺一点。发片的切分呢在完稿上呢，你也不要出现这种，有看到吗？粗细一致的几乎是线这种状态，这个不要出现，这不要会处理成锯齿。看一下我的做法，像我这边就是用亮面直接把它打掉，形成上下锯齿，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样会显得更丰富你很多那种重复，就是这些形状不够灵敏，那我帮你刻细，对不对？刻了就知道，对不对？那上面的那个头发的层次呢，我会帮你切的再碎一点，切的再多一点然后从这边再开始看就是这些金属装备啊这个不该出现这条线这不应该出现的这个装备在这里，在这里，上下边界在这里，然后你有这个镶边，尽量不是尽量，是永远不要出现在边边
轮廓边直接捞进来这个事情，它会立刻让它变平，它就没有远近感。这个到这边要绕到后面去，这个也是一样，绕到这边要绕到后面去，这个地方不要出现，除非你是其他类型花纹，但是我们尽可能不要去混淆到轮廓边这边的远近立体，因为这边带厚度的，你这条线一下来就是走入地狱这样就平掉那当然你说很多地方并没有这样，其实这个出现一处就蛮致命的，它会立刻让你的图从立体变平面 mark 那种感觉这样讲不知道正不正确。然后像这一个出现也非常危险这条线，这个呢是要对称到这里，对不对？其实你这边应该是要直接这个布衣服装底下这个金属条到这边直接像这样有一个轮廓起伏变化，这样绕到另一边去，尽量不要让这些造型重叠到轮廓，这个是轮廓，你要跟它一重叠就变成一个宽窄一致它会变成一个压扁的 mark OK， 对你这个是讲好像很好懂了那你就觉得看人家图怎么都会出现这个，像你还出现这里这不是一个类似手环啊臂环之类的，对不对？那你看你在这边，你一出现这条线，那就是走入死局不行这样的话它就平掉扁掉，那你就是无论如何不要跟轮廓重合好懂嘛，对不对好，再看看修了不少地方。这边呢也是帮你加一些金属投影，就是算阴影吧，金属阴影你可能是因为阴影的成因很多嘛然后细节布料皱褶再一次呈现，然后封闭处像在这个位置啊，这边的皱褶，这所有的胯下这个皱褶，你只有线，它并不是面积你只剩下线条，你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其实每一次皱褶出现，它就是凹陷的一个面积，那你要让它明显具体起来，像这样子具体一点，不能只是用线带一带就代表在这边的上色啊其实你的细腻度还是欠缺，对不对你完稿的那个观念是有，而且也比以前好比以前我最早看到，因为你最初上课是前一梯高阶开始，对不对那这个完稿已经明显的比当时这才1年，对不对？明显的进步非常的多了但是你在我眼前看，我一定会再要求更多，对不对我没有在说谁已经可以了，要讲说你已经可以画得很棒了，那也是现在也可能现在下一次我标准一定会再拉起来，每一个人大概我都这样那本来对你们就是要这样啊，不是吗好，那再看一下这边有很多细节都有再进一步的去完善一下。那你看一下我这边特别针对这个妖精的翅膀的处理法因为在原图在看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妖精翅膀你不知道怎么弄，对不对就是照理讲它就这个形，然后你在上面的创意呢就在这边再加一半，对不对加这个尖角我看到了就加这个然后再来颜色层次大概喷完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你可能有做一些中间的渐层什么的这些变化你不知道怎么细节，对不对好，那其实我认为它不应该是往细的方向去想它要往效果方向去想，重点还是人。那妖精翅膀这个东西呢只要带到就可以，所以我把它直接糊掉，我觉得糊掉那角色有更跳那我觉得整个任务是有达成的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细节表现，因为它不是它是我连在这个布料皱褶上我都在帮你处理的更细，有看到吗？要逼自己画的更细，然后看底下这些大摆折层次都有在帮你画细这我用心的对吧？够用心然后你有可能不知道背景怎么办，对不对后面这边我看一下我整个完稿这边完稿呢我是把背景那个我有做一点那种雾化然后也用那个就是一些那种颗粒的笔这是用那个柔边纹理那支笔你们看不到被我遮了有一支叫柔边纹理的笔，放大压就会有那种就是那种颗粒感，你再配合指尖推或者擦除之类的，它就可以有后面这个效果，这个比较碎的那种特效那这个如果再加上个什么加亮颜色什么的再去弄，它就妙不可言认真是这样。然后后面这个步骤呢是做特效强化，看一下特效强化它有加有差嘛那我们在开关看一下原本这样的完成度只是一般这在练习阶段的，那你要再更好一点就要走这个路线上面的细节呢你看到了对不对好，那这个呢就交给你们那
同学们记得找我拿 PSD 哦。好，这种改图呢，就是有好的 PSD 可以看哦。而且里面应该很多我处理的图层也都会留着啦。好，因为毕竟现在什么档案容量这个东西你们也不是很在乎，对不对？好，加油了哈！